全球瞩目的 CES， 一場席捲全球的科技海嘯已經撲面而來。英偉達、AMD、英特爾他們發布的不是簡單的產品升級，而是對未來10年甚至20年世界運作方式的重新定義。同時，馬斯克也宣告，腦機接口將在2026年大規模量產。他重申，人類已經進入了奇異點，而2026年就是奇異點之年。一個全新的時代，實體 AI 時代已經來臨。我們的團隊親自飛到了拉斯維加斯，實地走訪了 CES 的展廳，親眼看到了頂級科技公司的展示，親手摸到了最新的產品和設備，甚至和現場的工程師、產品經理進行了深入的交流。所以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不是媒体的二手信息，而是我們团队在 CES 現場親眼看到、親身感受到的科技革命的真相。這些資訊可能會改變你對未來10年投資機會的認知。我們馬上開始。就在這次 CES 上，芯片戰爭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我稱之為三國殺，魏、蜀、吳，或者說英偉達、AMD、英特爾，他們各自亮出了底牌。而他們的戰略也預示了未來科技產業的走向。首先看英偉達，黃仁勳這次給我們畫的餅已經遠遠超出了賣鏟子的範疇。他提出了實體 AI 的概念，並且發布了 Vera Rubin 超級晶片。如果說以前的英偉達是在賣最高級的鑽頭和鏟子，那麼現在的英偉達，它不僅要賣工具，它還要告訴你金礦在哪裡，怎麼挖最高效。甚至它要直接提供自動化的挖掘機器人，幫你把金子挖出來。你看它發布的 Cosmos 世界基礎模型，就是那張金礦地圖。它能理解物理定律，能從影片和模擬中學習，這就是為實體 AI， 也就是机器人和自動駕駛汽車提供了一個世界觀。而 Alpamo 自駕車 AI 就是那個自動化挖掘機器人，它不僅能開車，還能思考和推理，告訴你它為什麼這麼開。這已經不是簡單的輔助駕駛了，這是真正的人工智能司機。所以英偉達的野心已經不是做一個軍火商，而是要成為那個制定戰爭規則，甚至親自下場打仗的將軍。它的 Vera Rubin 芯片浮點運算性能是上一代 Blackwell 的5倍。採用了全新的技術，能夠動態調整精度的處理單元，它能實現 AI 模型瘦身 75%， 推理速度提升4倍，而精度卻沒有明顯損失，讓 AI 模型變得更輕、更快、更便宜，直接降低了 AI 應用的門檻，讓更多的企業、更多的國家都能用上最先進的 AI 技術。這個就是為這場戰爭準備的終極武器，它在構建一個從硬件到基礎模型再到應用層的完整生態閉環。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護城河，因為它不僅有最鋒利的矛，還有最堅固的盾。這就像蘋果公司，它不僅有自己的 A 系列芯片、iOS 系統，還有 App Store 這種封閉的生態，一旦建立起來，其他人就很難再打進去。馬斯克也強調，英偉達 Vera Rubin 將會成為人工智能的火箭引擎。如果想要大規模訓練和部署前沿模型，就必須使用 Vera Rubin。這個不是在吹牛。Sam Altman 也表示，智能的擴展取決於計算能力。英偉達 Vera Rubin 平台幫助我們不斷擴展這一進程，從而使先進的智能惠及所有人。這個就意味着全球最頂級的 AI 公司都已經把賭注壓在了英偉達身上。在能源問題上， Vera Rubin NVL72 機架實現了100%液冷，支持45攝氏度的淨水溫度。 Very importantly, the water that goes into it is the same temperature, 45 degrees C. With 45 degrees C, no water chillers are necessary for data centers. We're basically cooling this supercomputer with hot water. It is so incredibly efficient. 也就是說，数据中心不再需要高能耗的冷水机組來制造冷水，直接利用自然冷却或者溫水循環即可散熱。黃仁勳自豪地宣布，這個會為全球數據中心節省6%的電力。6%聽起來不多，但是全球數據中心的年電費是數百億美元，所以這6%的節省就是數十億美元的成本優化。
如果說英偉達是要建立一個封閉的帝國，那麼他的老對手 AMD 蘇姿豐博士則選擇了另一條路，合縱連橫。AMD 這次的口號是 AI Everywhere for Everyone。這句話的潛台詞是什麼？就是英偉達的東西太貴太封閉了，我來提供一個更開放、性價比更高的選擇。蘇姿豐推出的 Helios 平台和 Instinct MI455 加速器性能非常驚人，電晶體數量達到3200億，性能比上一代提升了10倍。但更關鍵的是，他請來了 OpenAI 的總裁站台，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信號。OpenAI 是誰？是全世界最頂尖的 AI 公司。他選擇和 AMD 深度合作，意味着 AMD 的技術實力已經得到了頂級玩家的認可。這就像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的戰爭，英偉達就像是可口可樂，品牌强势，配方保密，試圖壟斷市场。而 AMD 就像是百事可樂，它不直接硬碰硬，而是联合了全世界的餐廳、超市，告訴他们，你们可以用我的可乐，我給你們更優惠的價格，更大的靈活性。AMD 的策略就是打造一個開放的生態，聯合所有反英偉達聯盟的成員，從雲端數據中心的 EPYC Venice CPU 到個人電腦的 Ryzen AI 400系列處理器，再到掌上型的 Ryzen AI Halo 開發平台。AMD 正在構建一個從雲到端的完整產品線，試圖對英偉達形成生態合圍。最後，我們來看看英特爾這頭沉睡了太久的雄獅，終於在這次 CES 上發出了怒吼。英特爾發布了基於 18A 工藝的 Panther Lake 芯片，性能比上一代提升了 60%。這個 18A 工藝是什麼概念？在芯片製造領域，數字越小，代表技術越先進。過去幾年，英特爾在製程工藝上一直被台積電和三星壓着打。這也是它在 AI 時代落後的一個重要原因，而 18A 工藝的量產標誌着英特爾終於追上來了，甚至在某些技術上實現了反超，比如它首次引入的全環繞炸極技術。更有趣的是，英偉達和軟銀集團都斥資數十億美元入股了英特爾，說明在行業頂級玩家眼裡，英特爾的代工業務具備了重返巔峰的潛力。這場芯片戰爭從兩強爭霸正式進入了三國鼎立的時代。如果說芯片戰爭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地面戰爭，那麼接下來我要講的就是星際戰爭的開端——腦機接口。馬斯克不僅宣布 Neuralink 將會在2026年大規模量產，更是在社交媒體上連續發文，高調宣稱我們已經進入了奇異點，並且直言2026就是奇異點之年。他認為，一旦跨越這個點 ，AI 將以指數級的速度進行自我迭代和優化，徹底顛覆現有的一切。這個消息一出 ，A 股相關的概念股立刻全線漲停，市場的反應往往是最靈敏的。這個說明腦機接口這個我們過去只在科幻電影裡看到的技術，已經正式邁向了商業化的黎明。很多人可能覺得這很遙遠，和我有什麼關係？關係太大了。我們來想一個問題：人與機器的交互方式經歷了幾次革命？最早是打孔卡，然後是鍵盤鼠標，現在是觸摸屏和語音。每一次交互方式的革命都帶來了全新的商業模式和萬億級的市場，而腦機接口就是下一次，也可能是終極的交互革命，用意念控制一切。我們來看看數據，根據預測，到2034年，全球腦機接口市場規模將會達到約124億美元。這個還只是非常保守的估計，只是美國市場針對神經系統疾病治療的潛在市場規模，到2035年就可能達到800億美元，而中國的市場預計到2028年也將會達到61.4億元人民幣。這背後是什麼邏輯？是剛需。Neuralink 的第一批用戶是像 Nick Ray 這樣的漸凍症患者，他們通過植入的芯片重新獲得了與世界交流，甚至控制機械臂進食的能力。這是從0到1的突破，是生命的奇蹟。這就是最堅實的商業基礎。而且這條賽道上不只有馬斯克一個人在狂奔。OpenAI 的 CEO 奧特曼也聯合創立了 Merge Labs， 專注於用超聲波技術來解讀大腦信號，
無需開顱手術。在中國，老虎科技、強老科技等公司也已經達到了國際領先水平。這說明這是一個全球頂級智慧都在湧入的黃金賽道。如果說英偉達、AMD 他們提供的是越來越強大的 AI 算力，那麼腦機接口就是把這些算力與人類智慧直接相連的終極接口。當這兩者結合，會爆發出多大的能量？這個超出了我們所有人的想象，也意味着一個全新的比互聯網大10倍甚至100倍的投資宇宙正在我們面前緩緩展開。另外，聯想也在 CES 上發布了一個重要的產品 Lenovo Qira， 這是一個全新的跨設備 AI 超級助理 Super Agent， 標誌着個人環境智能系統的誕生。它能讓個人電腦、智能手機、平板電腦及穿戴式設備能無縫協作，協助用戶在不同設備間保持連接，無縫接續工作進度。透過跟 Expedia Group 等合作夥伴的整合，系統能提供相關旅遊內容，用戶提出指示就能夠無縫切換到相關服務。也就是說 ，AI 已經不再是一個單獨的應用，而是成為了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好了，講了這麼多，英偉達、AMD、英特爾的三國殺，還有馬斯克的腦機接口，很多朋友可能已經聽得熱血沸騰了。是不是已經準備打開券商軟件衝進去買了？先別急，如果你的思考只到這一步，那你還是那95%的散戶思維。我們的投資思維必須從尋找賣產人躍遷到發現生態王者。什麼是生態王者？就是那些能夠利用 AI 和腦機接口這些基礎設施，創造出全新商業模式，解決巨大社會痛點，並且建立起強大網絡效應的公司。就像亞馬遜利用互聯網顛覆了零售業，谷歌利用互聯網顛覆了信息獲取方式一樣。另外一個就是能源，我們之前很多影片都給大家講過這個板塊。黃仁勳在這次 CES 裡也同樣講到這個能源瓶頸問題。他直言，未來最大的限制因素不是芯片的性能，而是能源。全球数据中心的電力需求將會爆炸式增長。也就是說，那些提供能源解決方案的公司，比如液冷系統、高效電源、新型冷卻技術的公司，可能會成為隱形的贏家。英偉達發布的 CPU 能實現5倍的能效提升，10倍的可靠性提升，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而且黃仁勳還強調了存儲。根據最新的分析，按照10萬機櫃計算，NAND需求增加 115.2 EB， 占2025年全球 NAND 总供給的 12%。這是一個多麼驚人的數字！這個也解釋了為什麼閃迪狂飆超過 27%， 領漲存儲行業。普通人怎麼可能找到這些領漲的公司？其實這並不是遙不可及的，這需要一套系統性的方法，一套能夠幫助你穿越迷霧、看清產業本質的框架。這也正是我在我的選股5部曲課程裡反覆強調的核心。我們第一步就是要判斷大勢週期。現在我們就處在一個由 AI 驅動的全新的科技大週期的開端。然後我們要分析行業，哪些行業會在這個大週期裡起飛。接下來才是去尋找個別公司，在這些被顛覆的行業裡，誰最有可能成為新的王者。最後才是考慮買入時機和賣出時機。如果你對這套系統性的方法感興趣，想要能系統化的買中倍升股，提升投資績效，你可以點擊下方資訊欄的鏈接，了解更多關於選股5部曲的內容。這不是讓你去炒短線，而是真正建立一套屬於你自己的可以用一輩子的投資體系。當然，任何巨大的機會都伴隨着巨大的風險，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機遇與風險往往並存。我們來看看機會在哪裡。我認為未來3到5年有幾個領域最有可能誕生出10倍股。第一，人形機器人，這是實體 AI 最直接的體現。我們之前的影片也有講過，隨着英偉達 Cosmos 這樣的世界模型成熟，以及製造成本的下降，人形機器人將會從工廠走進我們的家庭。這個市場的規模將會是今天汽車市場的幾倍。相關的公司，比如特斯拉的擎天柱，以及那些提供核心零部件，比如傳感器、關節電機的公司，
都值得我們高度關注。第二，自動駕駛的運營商。注意，我說的不是汽車製造商，而是運營商。當 L4、L5 級別的自動駕駛成為現實，擁有最大數據、最優算法、最大車隊的公司將會成為這個時代的美孚石油。特斯拉的 Robotaxi 網絡就是瞄準的這個方向。而在中國，小鵬聯合滴滴也是同樣的邏輯。這是一場關於運營效率和網絡規模的戰爭。第三，醫療領域的腦機接口應用，這是腦機接口最先能實現商業化落地的領域。除了幫助殘障人士，它在治療抑鬱症、老年痴呆、癲癇等精神類疾病方面有着巨大的潛力。那些掌握了核心電極技術、解碼算法的公司將擁有極其深厚的護城河。我最近拜訪了雲之聲，就是一家深耕理療垂直行業的 AI 公司。第四 ，AI 驅動的工業設計。英偉達這次也強調了與西門子等工業巨頭的合作。未來的工廠、芯片、汽車都將會首先在數字世界裡被設計、模擬、測試。這個會極大縮短研發週期，降低成本。在這個領域提供核心軟件和平台的公司，有可能成為隱形冠軍，但是風險同樣巨大。第一，技術路線的不確定性。芯片領域，英偉達、AMD、英特爾，誰能笑到最後？腦機接口領域是侵入式還是非侵入式會成為主流？這些都還存在變數，站錯隊的風險非常高。第二，泡沫化的風險。任何一個新興技術都會經歷一個從狂熱到冷靜的過程，就像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一樣。現在 AI 和腦機接口的概念非常火熱，很多公司的估值已經被炒得很高。如何在泡沫中尋找真正的價值，是很考驗投資者的眼光和定力。第三，倫理和監管的風險，特別是腦機接口，它涉及到人類思想的讀取和寫入，一定會帶來巨大的倫理爭議和嚴格的政府監管。政策的變化可能會對整個行業帶來毀滅性的打擊。所以，面對這樣一個機遇與風險並存的大時代，我們應該怎麼辦？我的答案還是一樣，投資先求知，不要被市場的狂熱情緒所左右，而是要回歸商業的本質，回歸對公司的深入研究。正如投資大師查理芒格所說，風險來自於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我們沒有辦法預測宏觀經濟的風雲變幻，但是我們可以選擇做最優秀公司的股東。好了，今天我們從 CES 的3巨頭芯片戰爭一路聊到了馬斯克的腦機接口，最後回歸到我們的投資策略。希望今天的內容能給你帶來一些啟發。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你對這次 CES 的看法。你認為哪個領域最有可能誕生下一隻10倍股？4年前，我分享了我對英偉達的看法。英偉達的股價在過去漲了超過10倍。你認為英偉達股價可以再漲10倍嗎？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對你有幫助，請記得按讚、分享、訂閱我們的頻道，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因為我會把複雜的經濟和投資理論簡單化的講給你聽，讓你更容易的吸收。我們下期影片再見。